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拍戏为了追求真实感，对自己真的特别狠。每一次程毅出现在镜头前，观众都能感受到一种极致的真实感。那种不是靠滤镜，不是靠后期，也不是靠表演技巧堆砌出来的假真，而是身体与情绪都投入其中，用疼痛和汗水换来的幸福感。在天地间新的片花中，这种真实被推向了极致。有一个镜头，王权富贵被父亲用绳子高高吊起，悬在树上，风吹动树影，人随之摇晃。那一幕乍看只是剧情需要，但细看你就会发现，程毅的双手真的被紧紧绑在一起，绳子勒入皮肤，手臂肌肉因重力拉扯而绷紧，没有任何辅助支撑，没有替身，没有威压缓冲，他就那样整个人悬空吊着。看到画面的时候，很多粉丝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叹好还原，而是好心疼。一个身高181的成年人，被绳索悬在树间，手上的重量和勒力可想而知。网友们后来翻出程毅与法莫西直播时的视频，发现他手腕上隐约还能看到一圈深深的勒痕。为了不让粉丝担心，他全程把手藏在袖子里，尽量不去触碰那个话题。那一刻，大家才真正明白，这不是敬业2个字能概括的。不真就不演他的狠，是对观众的尊重。其实这已经不是程毅第一次为追求真实而对自己下狠手了。拍《富山海》时，有一场被鱼线吊起的戏，画面中他被敌人困住，悬在半空中，几乎无法呼吸。那短短几十秒的戏，在观众看来只是转瞬即逝的一个镜头，可程毅整整被吊了几个小时。为了让皮肤和肌肉呈现出那种自然的紧绷，被勒到发红的状态，他坚持不用道具缓冲鱼线，真的勒就该是那种感觉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他被勒到胸口发闷，眼睛布满血丝，几乎窒息。有人调侃那一幕不够好看，但程毅的回答让所有人都沉默了。谁被吊到快死了还能好看？那观众不是一眼就能看出假吗？他说的没错，真正的痛无法伪装，真正的窒息也不能靠演。正是这种非真不演的信条，让程毅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在观众心中留下烙印。无论是《莲花楼》里隐忍克制的李莲花，还是《南风知我意》中温柔深情的傅云深，他从不靠表面技巧去取悦镜头，而是用身体的感受去逼近角色的灵魂。真打才能真痛，疼痛是他演技的底色。程毅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，观众很聪明的，你有没有用心，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所以在所有打戏中，他几乎都坚持真打，这不是一句空话。在多部作品的幕后花絮里，我们都能看到他不止一次要求搭档真打，不走虚招。导演和动作指导都提醒他注意安全，他却笑着说，疼才有画面感。那一拳下去，疼的不只是身体，还有情绪的共鸣。他明白，只有被真正击中，表情才不会是设计出来的。那一瞬间，肌肉的收缩，眼神的变化，呼吸的失控，全是自然流露的。所以哪怕每一场打戏下来，手臂淤青，背部红肿，他也从不喊疼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，他说，你不疼，观众就不会信。观众是我的老师，他始终保持谦卑与敬畏。程毅从不把自己放在被崇拜的位置。在采访中他常说，观众是我的老师，他们看得很细，会指出我没注意的地方。他真的会一条条看评论，看弹幕，把观众的建议当作学习笔记。这种心态也让他在演员这条路上越走越稳。
他对角色的敬畏，其实是对观众的敬畏。在他看来，演戏不是展示自己，而是让角色活起来。只有当观众相信他是那个人，表演才算成功。我知道疼，所以我不让别人疼。他是最狠的演员，也是最柔的同事。程毅在片场的很，只对自己，对别人，他反而特别温柔。有一场和二哥的对打戏，开拍前他特意问：“你有带护具吗？”在确认对方没有之后，他立刻让工作人员去拿软片，让对方戴在手臂上。真打可以，但不能真伤。程毅说。那一瞬间，所有工作人员都笑了。程毅总是这样，明明自己身上淤青一片，却还先替别人考虑。可是大家也常劝他一句话：程毅哥哥，你也心疼一下自己吧。因为爱啊，他用生命在拍戏。火烧的戏，他坚持真火；高空坠落的戏，他坚持亲自上阵。哪怕平时连过山车都不敢坐的人，面对几百米的悬崖戏，也能咬牙说：“我来。”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拼，他的回答简单又动人：因为爱啊，我真的很爱很爱拍戏。那种爱，不是口头上的职业热情，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信仰。程毅知道，每一个角色都是一次灵魂的借居，只有用尽全力去体验，才能不辜负故事，也不辜负观众。入王权山庄，睡王权少主。程毅的真心值得被看到。如今天地剑心即将上线，程毅饰演的王权富贵再次成为全网关注的焦点。这个角色既要有少年英气，又要有宿命悲凉，更要在打戏与情感之间找到平衡。对程毅而言，这无疑又是一场极限挑战。从吊在树上的伤，到鱼线勒出的痕迹，从真打到真火，他一次次用身体去证明，真正的演员不靠噱头，不靠替身，而靠真心。他拍戏从不取巧，也不为流量表演。他要的是当观众看到那一幕时，会忘记这是程毅，而只看到角色的呼吸与生命。所以，当我们看《天地剑心》时，请记得这一幕幕震撼的镜头背后，是一个演员用生命换来的真实。他真的很拼，也真的很值得。程毅的《王权富贵》明天中午即将上线，让我们一起锁定爱奇艺，看《天地剑心》，享王权富贵。我们的口号是：入王权山庄，睡王权少主。